這對組合堪稱全球最強空中突襲組合，能直接擊穿美軍的航母防禦體系，對美國的核航母發起致命突襲。一旦被它鎖定，無論是美軍的 F-22、F-35隱身戰機，還是 B-21幽靈轟炸機，都無法逃脫，只能被擊落。你敢想，就在咱們中國第4代歼36原型機剛刚在藍田上完成試飛，刷爆全球軍事圈的時候另一架国之重器直接接棒登场，空警3000預警機橫空出世，一舉創下了一個前无古人的記錄。它是目前全球範圍內唯一一款還在研发且進度最快的第3代預警機。說出來可能有人覺得誇張，但我今天必須把話撂這兒。美軍花了幾十億美金砸出来的E7預警機涼了，俄軍耗了18年心心念念的A100預警機黃了。全世界就剩下咱們中國拿着空警3000在第3代預警機的賽道上瘋狂領跑，一眼望去沒有對手。靈魂拷問，你們知道預警機有多重要嗎？先幫大家快速 get 重點。以前有個軍迷問我，預警機不就是個會飛的雷達，能有多牛？我告訴他你要是把預警機当成普通雷达，那相当於把滿汉全席當成了泡面，看似都能吃飽，但差距能從地球甩到月球。更有意思的是美軍以前总嘲讽其他国家沒有預警機，空戰就是個瞎子。結果呢，自己研发E7的時候鬧出來的笑話能笑到人的大牙。一開始拍着胸脯跟美國國會保證，單機造價不超過5億美元。結果呢，第一批2架原型機造出來，賬單一出來直接傻了，36億美金，平均一架18億，相當於一架E7就能買咱們3架歼20，能買10架俄軍的蘇35。國會老爺們氣得跳腳，直接吐槽這哪是預警機呢，這是吞金獸轉世。最後沒辦法，只能草草叫停，連量產的勇氣都沒有，堪稱花錢買教訓的典範。早在2000多年前的《孫子兵法》就已經把預警機的核心作用給說透了：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殆。放到現代空戰裡，預警機就是那個能讓我們知己知彼的超級斥候，是整個空戰體系的大腦。沒有它，再厲害的戰鬥機也只是沒有方向的孤狼，再先進的導彈也只是打不準的廢鐵。同志們，看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，既然預警機這麼重要，為什麼美軍俄軍這麼厲害的國家研发第3代預警機都會失敗呢？咱們中國的空警3000又憑什麼呢領跑全球，成為 T0級的第3代預警機？美金30億，折戟一騎寒；18春秋苦，俄雞夢已殘。金堆無實用，技拙難成歡。唯有東方見，錚錚奧羽還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钊。首先咱們搞清楚一個核心的問題，什麼是第3代預警機？簡單來說第1代預警機就是雷達裝在飛機上，只能簡單探測空中的目標，相當於會飛的望遠鏡。第2代預警機搭載了相控陣雷達，能同時探測多個目標，還能引導戰鬥機作戰，相當於會飛的指揮台。而第3代預警機呢，就是在第2代的基礎上實現了全數字化、反隱身體系化，既能輕鬆拿捏發現隱身戰機，又能跟地面上、海上、空中所有的裝備無縫協同，相當於會飛的超級大腦。而目前全世界能搞定這塊技術只有咱們中國。那麼美軍、俄軍研发的第3代預警機到底栽在了哪？這也是咱們空警3000能脫穎而出的關鍵。因為別人搞不定的難題咱們搞定，別人邁不過去的坎兒咱們都邁過去。第一個痛點也是最致命的痛點，技術难度太高，根本啃不動。咱們先看俄軍的 A100預警機，這款預警機俄軍從2004年就開始研发，整整折騰了18年，中間多次試飛，多次延期。原本寄希望與它取代老舊的 A50系列預警機，實現對美軍中國預警機的技術追趕。結果到最後還是被迫中途叫停，成了一個爛尾工程。有人可能會說俄軍的軍工實力不是很強嗎？蘇5系隱身戰機、S500防空系統不都是很厲害的裝備嗎？怎麼連一款預警機都搞不定呢？其實這正是俄軍的致命短板，電子工業太落後。A100預警機最核心的部件是它的雷達系統。準確的說
是雷達所需的 TR 組件，這相當於預警機的眼睛。而俄羅斯呢，直到現在都無法自主穩定生產出符合軍工標準的有源相控陣 TR 組件，更別提性能、可靠性、散熱等技術指標全面達標的產品。更慘的是，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，2022年烏東戰爭爆發以後，西方對俄羅斯實施了全面的技術封鎖，高端芯片跟電子元器件徹底斷供，直接斷絕了俄羅斯走捷徑、引進技術、購買零件的路，使得 A100預警機成了有平台無核心的廢鐵。機身用的是伊爾476平台，還算先進，但核心的雷達系統始終無法突破，就像一個壯漢空有一身肌肉，卻沒有眼睛，連敵人在哪都看不到，談何作戰？除此之外，俄軍的發動機技術也是一個大短板。A100預警機的機體比之前的 A50更長，對發動機的驅動力、穩定性要求更高。但俄羅斯無論是小型噴氣發動機，還是大型軍用運輸能力的動力裝置，技術都比較落後，始終無法突破瓶頸，直接導致 A100的試飛進度一拖再拖，就算勉強試飛也無法達到設計指標。痛點2，軍費不足，無力支撐。烏東戰爭爆發以後俄軍陷入了長期的消耗戰，軍費大多都投入到戰場補給、武器量產上，根本沒有多餘的錢繼續支撐 A100這種燒錢大戶的研發。要知道，一款第3代預警機的研發，動輒需要幾十上百億美金，而且研發周期長，風險高，就算投入了大量資金也不一定能成功。俄軍原本就面臨經濟壓力，再加上戰爭的消耗，只能忍痛割愛，叫停了 A100的研發項目。現在呢，俄軍空天項目中只剩下6架尚且能運行的 A50U 改進型的預警機，而且這6架還是冷戰時期的老裝備，搭載的還是傳統的機械掃描雷達。信息化跟多目標處理能力遠遠落後於中美主流的預警機系統。在烏東戰場上，俄軍多次出現對地打擊、戰術防空信息滯後、預警缺失的狀態，根源就是預警機平台的數量稀缺、性能不足。如果 A100能成功研發，俄軍也不會陷入這樣的被动局面。可惜沒有如果。說完俄軍，咱們再看美軍的E7預警機。這款預警機的失敗比俄軍更離譜，堪稱花錢買尷尬。美軍研發E7原本是為了取代老舊的E3預警機，打造一款低成本、高性能第3代預警機。一開始預警機單機造價5億美元，結果沒想到研發過程中成本一路高歌猛進，直接失控。根據美國媒體報道，E7預警機單機成本從早期預估的5億多美元，一路飆升到13億美元，漲幅高達160%。研發進度也比原計劃延遲了至少9個月。更誇張的是，第一批2架原型機總造價竟然突破了36億美金，平均一架18億美金。這個價格就算財大氣粗的美軍也扛不住。咱們算筆賬，美軍目前大約有30架E3預警機，如果全部用E7取代，按照單機18億美金預算，僅僅採購費用就需要540億美元。這還不算研發、維護費用、人員培訓費，而且就算量產以後攤薄研發成本，E7的單機價格也至少在7億美元以上。這個價格不僅美軍無法批量服役，出口也找不到買家。北約的荷蘭、德國等國家原本計劃採購E7，結果呢，一看這個價格，直接取消了採購計劃。就連已經有4架E7使用經驗的韓國，也寧願選擇其他國家的預警機，放棄了繼續採購E7的想法。可見這款預警機有多不招人待見。如果說成本失控是E7失敗的直接原因，那麼技術滯後就是E7失敗的根本原因。E7預警機是基於波音737機體平台改造的，配備的是諾斯罗普格魯曼公司研制的多功能電子掃描陣列雷達。但這款雷達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，它採用前後雙天線布局，有明顯的探測盲區，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360度全域覆蓋，跟現代戰場全方位預警能力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。更關鍵的是，E7預警機體型太大，速度太慢，而且不具備隱身能力，在現代空戰中根本沒有生存能力。咱們都知道，現在的空導彈，比如咱們中國的霹靂15、霹靂17，射程動輒幾百公里，速度超過5馬赫。E7這種不能隱身、速度慢的大型平台，一旦被發現，就相當於一個活靶子，根本無法躲避導彈的打擊。美軍自己也承認，E7預警機在面對現代高端空戰環境的時候，生存率幾乎為0。一款價格昂貴、技術落後、生存能力極差的預警機，
就算研發成功，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。所以美軍最後只能無奈放棄一期的研發項目，繼續使用老舊的E3預警機，勉強支撐場面。看到這兒，家人們應該能明白了，研發第3代預警機有多難。它不僅需要強大的電子工業、航空工業能力，還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美軍跟俄軍恰恰就在這些方面出現了致命的短板。這就是第3代預警機普遍研發的痛點，要麼技術不足，啃不動核心難題，要麼資金不足，支撐不起研發消耗，要麼兩者都有，最後只能草草收場。而就在全世界陷入第3代預警機研发困境的時候，咱們中國異军突起，空警3000橫空出世，直接打破了這個僵局，成為了全球唯一在研的第3代預警機。這不是運氣而是實力，是中國軍工幾十年深耕細作、厚積薄發的結果。接下來就是咱們今天的重點，也是解決方案。空警3000到底有哪些過人之處，能搞定美軍、俄軍都搞不定的难题，能成为全球唯一的 T0级第3代預警機？咱們分3點詳細介紹。第一點，也是最核心的一點，空警3000首次搭載了全球最先進的數字陣列雷達，徹底解決了看得遠、看得清、抗干擾的難題。很多家人可能不知道，數字陣列雷達跟傳統的相控陣雷達有什麼區別呢？咱們用一個簡單的類比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傳統的相控陣雷達就像是咱們以前用的手動調台收音機，只能一個一個的搜索頻道，而且容易受到干擾，信號不穩定。而數字陣列雷達就像是咱們現在用的智能手機，能同時搜索多個頻道，還能自動過濾干擾信號，精準鎖定目標，速度快，效率高，穩定性強。從技術層面來說，傳統相控陣雷達採用的是模擬波束形成技術，靠模擬器來調整波束方向，不僅體積大、集成度低，而且抗干擾能力弱，在複雜的電磁環境下很容易失去作用。而數字陣列雷達採用的是全數字化波束形成技術，靠數字採樣跟數字處理器來調整波束方向，實現了收發波束均以數字方式實現，集成度更高，體型更小，重量更輕，而且抗干擾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。咱們舉個例子，在現代空戰中敵人往往會釋放大量的電磁干擾，試圖讓我們的雷達失明，無法發現他們的目標。如果是美軍的 E7，俄軍的 A50U， 遇到這種情況，雷達很可能會失去作用，陷入被動。而空警3000的數字陣列雷達，就算在這種複雜的電磁干擾下，也能輕鬆過濾干擾信號，精準鎖定敵方的戰鬥機、導彈、預警機等各類目標，哪怕是敵方的隱身戰機，也無法逃脫它的眼睛。這就是代差的實力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空警3000的數字陣列雷達採用的是氮化鎵 T2 組件，這種組件的功率密度、散熱能力、可靠性都比傳統的砷化鎵組件實現了指數級的提升。而且空警3000並沒有沿用空警2000的3面固定陣列雷達設計，而是採用了一套大型旋轉式有源相控陣雷達。這種設計雖然在瞬時刷新率上比3面陣列略有犧牲，但卻能憑借更大的陣面、更高的總功率，換取更遠的探測距離、更強的反隱身能力。根據公開資料推測，空警3000單個雷達陣面的長度可能達到15米級別，遠超空警2000的8米多。就算雷達罩直徑變化不大，內部有效陣列面積的暴漲，也意味着它對常規空中目標的最大探測距離有望甚至直接突破1000公里。這個距離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從北京能直接看到上海的空中目標，比美軍 E3 預警機的探測距離整整提升了1倍多，更別說現役的，比俄軍的 A50 的探測距離提升了近3倍。第二點，強大的反隱身能力，堪稱隱身戰機的克星。對 F-22、F-35 的探測距離超過400公里。家人們，咱們都知道美軍的 F-22、F-35 隱身戰機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隱身戰機，靠着強大的隱身性能，美軍一直宣稱沒有任何雷達能在100公里之外發現它們。也正是靠着這種優勢美軍的隱身戰機在全球範圍內橫行霸道，肆無忌憚。但現在在空警3000的出現，直接打破了美軍這種隱身神話。空警3000的數字陣列雷達結合旋轉式大陣面設計，再加上專門針對隱身目標優化雙 S 波段或 S+UHF 的融合方案，
对隱身目標的探測能力達到了全球頂尖水平，對 F-22、F-35這類隱身戰機的有效探測距離超過400公里。就算是美軍最先進的 B-21隱身轟炸機，也能在300公里之外被空警3000精準鎖定。咱們算筆賬 ，F-22隱身戰機的作戰半徑大約是1500公里，空導彈的射程大約是150公里，而空警3000能在400公里外就發現 F-22。這意味着，當 F-22還在1000里之外，準備發起突襲的時候，空警3000就已經發現了它，並且能立即引導咱們的歼20、殲36、殲16等戰機提前做好準備，在 F-22的導彈射程之外就將它擊落。這就是先發現、先鎖定、先打擊的優勢，也是空警3000最恐怖的地方。以前美軍總靠着 F-22、F-35的隱身性能，在空戰中占絕對優勢，認為隱身戰機無敵。但現在呢，空警3000的出現，直接讓美軍的隱身戰機失去了最核心的優勢，變得無處遁形。就像《孙子兵法》裡說：“善守者藏於9地之下，善攻者動於9天之上。”空警3000就是那個能讓敵人藏不住的利器，也是那个能讓我們攻得準的底氣。第3點，全面化的數據鏈偵察體系實現了空地海無縫協同，堪稱空戰體系的超級大腦。同志們，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單打獨鬥，而是體系作戰。印巴武器空戰就是最好的實戰，靠的是情報共享。而空警3000就是這個體系的核心樞紐，是連接海陸空所有裝備的橋梁。空警3000搭載了全球最先進的綜合數據鏈系統，能與咱們中國的戰鬥機殲20、殲35、殲36、殲16、殲15等偵察機、地面防空雷達、海上艦載雷達、防空導彈系統等實現全方面協同，情報共享，沒有任何的信息壁壘。簡單來說空警3000看到的目標，咱們的戰鬥機防空導彈也能立即看到；咱們的戰鬥機雷達發現的敵情，空警3000也能立即被接收，並且快速分析、判斷、下達作戰指令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空警3000的最佳搭檔，並不是咱們現已服役的殲20、殲35代機，而是正在試飛的殲36、殲50 6代機。這意味着空警3000不僅能適配現在的空戰體系，還能支撐未來的6代機作戰，提前布局未來的空戰格局。這在西方看來是啥？這簡直就是三體人來襲。這就是咱們中國軍工的遠見。咱們重點說說空警3000跟殲36協同作戰能力，這對組合堪稱全球最強空中突襲組合，能直接擊穿美軍的航母防禦體系，對美國的核航母發起致命突襲。根據公開資料顯示殲36 6代機是咱們中國正在研發的一款隱身戰鬥機，它的最遠航程超過6000公里，作戰半徑超過3000公里。這個作戰半徑是個啥概念？相當於從中國本土起飛，能直接覆蓋整個西太平洋，能輕鬆抵達美軍在關島、夏威夷的軍事基地，甚至能直接威脅到美國的本土。而且殲36的腹部隱身彈艙長度比殲20大得多，能直接容納多枚霹靂17空導彈，不需要外掛，完全不影響隱身性能。要知道霹靂17空導彈是咱們中國最先進的遠程空導彈，最大射程超過400公里，速度超過5馬赫。一旦被它鎖定無論是美軍的 F-22、F-35隱身戰機，還是 B-21幽靈轟炸機，都無法逃脫，只能被擊落。當空警3000跟殲36協同作戰的時候，整個流程是這樣。首先空警3000憑借1000公里的常規探測距離，提前鎖定美軍航母的位置、航向、速度，以及航母編隊的護航戰機、防空導彈系統等所有目標。然後呢，空警3000通過數據鏈將這些情報實時傳輸給殲36。接着呢，殲36從3000公里以外的機場起飛，憑借自身的隱身性能，一路低空突防，避開美軍的護航戰機跟防空導彈系統。最後在空警3000的引導下，殲36在美軍航母的防禦半徑之外發射霹靂17空導彈，直接打擊美軍航母的甲板、指揮中心等關鍵部位，對美軍核航母發起致命突襲。同志們，你們想想，美軍的航母編隊防禦半徑大約是500公里，護航戰機的作戰半徑大約是1000公里，而殲36作戰半徑是3000公里，霹靂17的射程是400公里。這意味着殲36根本不需要靠近美軍航母就能對它發起打擊，
而美軍的護航戰機根本無法抵達殲36的起飛位置，只能眼睜睜看着航母被打擊，卻無能為力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空警3000的支持下，美軍的任何戰鬥機都沒法擋得住殲36的突襲，因為空警3000能在400公里以外發現美軍的護航戰機，並且提前引導殲36避開美軍的護航戰機，或者在美軍的護航戰機抵達以前就將他們斬殺。可以說只要有空警3000跟殲36的組合，美軍的任何航母編隊都將成為活靶子，美軍的海上霸權也將被徹底打破。家人們，今天的內容講到最後無需多余的鋪墊，一句話就能道盡這份震撼與自豪。美軍耗36億美金折戟一期，俄軍苦煞18年爛尾 A100， 全球第3代預警機研發賽道上，唯有中國空警3000憑一己之力撐起整個賽道的天花板。数字阵列雷達破電磁干擾，400公里反隱身鎖死 F-22，與殲36聯動能直接破美軍的航母防線。這不是簡單的裝備領先，更是中美空戰體系的徹底逆轉代差，是中國從空戰追隨者到全球引領者的硬核宣言。別忘了，這一切從不是運氣加持，是中國軍工幾十年深工細作的厚積薄發，是一代代科研人員嘔心瀝血的堅守，更是《道德經》中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強的最好詮釋。從前我們羨慕別人的国之重器，如今呢，我們自己就擁有全球唯一的 T0級預警機。從前我們被動防禦，如今我們能憑實力掌控空戰主動權。空警3000的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國重回世界之巔的堅定步伐。我是大周，下期再見。